那么现在我们这张画就先画到这儿，等它干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带大家画一个挂历画一个挂历，让我们这节课呢还有一点点是吧新的不一样的或者一些新的收获。好，我把这张图呢放上来，放到咱们的画面上。那干一干，大家可以先截个图啊，可以先截个图看一下效果。截图了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跟上了的小伙伴，如果也画出来了敲个数字666，鼓励一下自己挂历在手的可以先拿出来准备上。如果没有挂历的，你可以用一个方形的纸张，我带大家画一个小的尺寸的作品，好吗？稍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图呢给它叠加上去。OK， 好，添加上来。来，我们来画一个峨眉的景象。峨眉的云海，有小伙伴知道这张画是谁的吗？能看得出来不？318能看那个至少120节永久的观看权限，咱们的这个回放，在咱们的屏幕上方应该能看到吧？好，可以跳出来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好，这个呢是永久观看至少120节完整的案例的直播，还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，让我们的小伙伴呢能够更好的、更加完整系统的去了解我们的山水作品。好吧，我把这个案例呢先放到一边，一会儿我们呢干了再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我这个挂历是吧，没有错了。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黄君璧是吧？大家都觉得是黄君璧。这个欣欣同学说的很对，是咱们的黎雄才还是关山月？是黎雄才的啊，岭南画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的画家。然后是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岭南画派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有谁呀？是吧？我们说的什么居廉、居巢是吧？他就是居廉的学生的学生，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他呢曾经学识也很丰富哈，也曾经留学在这个东洋是吧？也学习过一段时间。来，我们呢接下来带大家推进点看一看，画一画啊。拿出咱们的墨色墨碟，峨眉这种苍茫的云烟的景象，有兴趣或者说想要动手感受感受吗？好嘞，拿出咱们的墨碟来啊！喜欢是吧？好，你们觉得这张画我们需要多久把它画完？需要多久？来，我们用淡淡的墨色啊，淡淡的墨色，拿张试笔的纸。这张画我们争取是吧，把大致的一个效果给它做出来，在12点的样子，1个小时左右吧。因为我们画的这个尺幅小，我们呢就适当的概括一些，好吧？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就大致根据我们的画面来确定一下它的位置啊。它这个稍微偏横向一点，我们呢适当的给它概括一下。最高的点大约位于，比如说画面竖着中线靠左是吧？靠左大约多少？竖着中线大概在这儿，靠左3个手指左右。从上往下呢，我们可以留出2指，顶部往下留出2指的间距。好，然后这是一个大的三角，是吧？巍峨的峨眉的景象，有没有画过峨眉？用生宣啊，有没有去过峨眉山？是吧？我记得这个咱们这个榜上的菊妹同学好像就在那儿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咱们从下往上稍微的还是用淡一点的墨吧。我们希望把这张画画的有一点的装饰感体积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些。好，这是一个小的斜坡，
啊，小的斜坡，然后其实不小啊，他非常的翘拔。黎雄才先生呢，他曾经呢数次到访这个峨眉山，画了好多的写生，因为他的作品主要以写生见长嘛，以写生见长。一只黑色的该做的都做了，可能太久没有来看咱们的直播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工具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等一等大家吧。工具都准备好了吧？好，这个挂历啊，这个挂历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用到的这一种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在屏幕上方。好，在画的时候，找一个大的三角斜切过来，然后呢，在它前方是不是还有一层？我们把这张画画的墨色填淡一点点，是吧？填淡一点，然后让整个画作呢看起来有一定的装饰感，因为这是个挂历嘛，大家放到家里边或者桌子上是为了观赏的，是吧？我们不一定要追求那么大的笔墨的表现性。他的画呢，非常的，我们以后会在基础的技法教程里边还会讲到他的刻图稿啊，他对云水，先不说云水吧，对岩石，尤其是树木的造型，还有这个笔墨的这种表达丰富的这种笔墨趣味啊，那是相当的到位的，是吧？一位大家了。在刻图稿的塑造，或者说对技法的分解啊，现代画家吧，现代画家，我觉得有2位的成就呢是非常高的，一个是陆延绍先生，一个呢就是他啊，这2位呢都是响当当的这个现代著名的大家了。还有应该有一个黎雄才的美术馆，对吧？他的画作呢主要是以这种写生见长，有一种朴实的这种真挚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回过头来，我们还可以多带大家画一画他的作品。好，这是大概的峨眉的这个金顶，有去过吗？我在上半年年中吧那会儿，端午那会儿去过一次。大早上上去是吧？天不亮我们就爬上去的哟，可不是坐的缆车哟，爬上去的哟。好，爬上去一会儿，本来说看日出，没有看到，来了一场倾盆的大雨，洗涤了一下心灵。我们在那儿左等啊，右等啊，自己爬了两个多小时吧，2个小时才爬到顶上。然后呢，以为能看到我们，他们都说看日出，本来我也没想到说看日出。然后呢，我就去在那儿候着，一场大雨就来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是一个它的这个山峰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峨眉的金顶，是吧？现在是谁的道场，大家知道吗？好嘞，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，适当的给它交叠一些一层层的结构。它不在三山五岳之内，但是呢，独具自己的一种美景。和下雨有缘是吧？就是在上山呢是没有下雨的，下山的时候有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山顶大概画出来了，对吧？好，把它2侧呢前后交叠的位置用淡墨给它稍微的擦一擦。不是文殊，普贤是不是？文殊菩萨道场呢是在五台山嘛，一个是大治天下，一个呢是大行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利他思维，所以只有菩萨是吧，能够度己，而且能度人，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呢对菩萨都有好感，都有好感。好，在山顶或边角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来适当的去皴擦一点点。没有用特别浓重的墨色没有特别浓重的墨色。在交叠的地方，不要皴擦的墨色特别的散乱可以用淡墨给它衔接过渡一下就好，有啥感受？挺好的。
那是我挺好的一次出行，给自己的内心呢更稳定、更安静一点儿。那我是一个人去的，但是在路上呢认识了2位小伙伴，就是因为他们说要去看日出，然后呢我也跟着去。这当时买车票都不知道怎么买，然后当时跟着他们一块儿，对吧？然后要看怎么去订住的地方，然后呢买票、登山。OK，好，淡一点的墨色。当然，这些墨色不能让它看起来全都是在一起的。我们要有一些概括啊，不能让它显得细碎，不能显得细碎。好，从上往下，我们稍微的用点淡淡的墨色。记住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拿个干净的碟子啊，干净的碟子，用淡墨我们来衔接下面的云雾。在画这个云雾这个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几个点哈。一个是它的造型，这个造型呢，我是说了是吧？就是注意这个形态，同学们也理解啊，这个形态要注意，要看一下形象。我就是不会怎么把它画的形象。那这个呢，就跟我们这个什么，有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经验，但说了之后啊，你还要实操去练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用淡墨啊衔接这个底部山石的底部，是吧？高低起伏着，是吧？松动的去给它点一点。但峨眉的一个景象呢，也是云海呢，非常的深，非常的这个壮观哈，非常的壮观。你有趣呢，有这个什么，有时间呢，你可以去看一看，然后你也会看到那浩渺的烟云，你真的感觉好像自己在在比较仙的地方啊，比较仙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墨色边角要参差错落开，有高有矮、宽窄，而且形态不那么规整。同时要经过什么墨色往上，把我们的这个岩石给它衔接起来，衔接起来。好，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。好，然后我们用淡一点的墨，在这个云雾的底部，对不对？云雾的底部稍微的适当的加重一点点，适当的加重，那画面它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的丰富和厚重了？更加丰富和厚重了。让这个云层的这个层次感也会更加的凸显，同时让前后两侧的这个山石也可以适当的擦一擦，过渡的清晰一些。那么这个山石我们主要是以颜色的方式去体现，但是墨色呢，它是要做到底子来衬托的，所以在画的时候要把这种浓淡的关系给它画出来。这种峭拔的是吧？金顶上方是吧？很多人都喜欢去那儿看日出，日出自然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当时就是没有看到，然后自己通过镜头调整曝光，哎，做了一个，是吧？我现在朋友圈里还有那个照片，那个视频。好，然后再往上叠加一点，太神奇了哈！可能就是偶遇，没有遇到的，现在在我们的画上出现了。用的是生宣，用的是生宣。在那儿真的好想再多待几天呢。大家注意那儿的猴子啊。好嘞，下方是吧？我们给它稍微的擦一擦，染一染。顶部凸显一点点，顶部凸显一点，下方呢就融合下去。以为真的日出呢，不经意之间它就有了这个日出。然后在这个下方，在山顶上面呢，还有茂密的这个笔点，我们可以给它点出来。下方它其实细节很多，细节很多。金丝猴就野生的猴子，普通的，容易抢你东西，还容易揍你哦。来，高矮错落一下。
因为在这个峨眉一带呢，在周边有一种树，就是特别高耸，然后又特别的多，好像叫冷杉是吧？我忘了，是不是叫冷杉给忘了？特别的高，特别的直，然后呢，它有点像柏树，也有点的像杉树。好，在这个山顶上方啊，我们要高挑的点上一些类似于像树叶儿的一样的东东存在。然后在这个上方啊，它不是有一个庙宇吗？是吧？普贤菩萨的道场上面呢，我们需要画一点点睛的房屋。大家去那一趟呢，给自己的启迪还是挺大。稍微的来上一点，不能画过多了啊，不能散乱了。在山顶的周边点上一些高矮错落的胎点，啊，有大有小的。然后最顶部的地方是吧？稍微的来一点儿，不要过多。是吧？峭拔的峨眉的山顶，抢你的吃的，臭名在外。还好当时我去的时候还好，因为下雨，他们都躲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再往这个下方走，下方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树，是不是这块呢？大部分就是这个树。然后云雾呢，等一会儿我们把它整体的再来画的浩渺一点。下面我们需要来点细节。一张画如果只有大的宏观效果，是吧？它不耐看，我们还得需要有一些细节的一个刻画。把这个树呢，这个姿态呢再形象一点点，来点浓重的墨色了。咱们用最普通的这个浓松的墨汁就行。生轩一画就晕，你看我这不也晕开一个小太阳吗？今天你那儿是否阳光明媚呢？周末的清晨，来，我们来把画底部了啊，底部它不是有一点那个茂密的树丛吗？我们先把这一侧，它有一棵比较姿态可能相对丰茂一点的。我本来想大家画一棵单独的一棵，比如说柏树，画一棵单独的柏树。我想到可能小伙伴可能画起来又比较费劲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画一个呢空间强一点的，空间强一点的。最下边我们稍微的来几颗这个姿态呢比较丰富一点的。好，墨色可以相对厚重啊，墨色也相对厚重。左侧我们要画一堆的树啊，有高有矮。当然注意到哈，上方它要是有留出很大浩渺的这种空间留白的关系在里边。好，上面窄一些，下面宽一点，适合的你得多加一点。出枝的时候是吧？它不仅横向的，还有一些朝上，有一点朝下的都会有。在底部这块呢，我们要增添一点这种树干的细节，这就是那种我们说的这种冷杉的感觉的树哈，非常的笔直，然后呢上面也有比较茂密的这种叶片，茂密的叶片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下方是吧？这些树呢，它是非常茂密的，一棵叠加一棵，一棵遮挡一棵，有高有矮，啊，稍微有些角度上的区分的，也可以来一点儿。
然后在这个树上方，我们可以点那个叶片，啊，直接用笔点去点出这个树冠的姿态。我推进一点吧，大家能看到，推进一点。出太阳了是吧？冬天的暖阳，那得多晒一晒，补补钙。这幅画好美是吧？啊，我们尽可能把这种空间浩渺的感觉给它体现出来。啊，这个挂历呢，就是这种特静纸、特静的生宣纸啊做的。然后晕墨的效果和层次呢，它比我们的宣纸或者宣卡，比我们的那个宣卡呀要更好一些。因为宣卡它这个那个纸呢，往往就它画不了几层，是吧？而这个呢，它可以画的很丰富，而且墨色很润，墨色很润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边走，我们的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就有挂历，你可以自己尝试动手，是吧？新的一年了，马上又是23年了，你可以自己动手呢去感受感受。啊，画的这个树，通过这种本来这种树真的是好几十米高的这种树，非常的笔直，满山遍野都是啊，这是那个地方的最大的一个奇观了，应该说是。然后再一个呢，这个画家呢画了好多他的这种树的这种作品吧。以前好像我有在创作的基础课带我们的小伙伴画到过，带大家画到过。然后在画这种树的时候啊，成了一种典型的，应该说是峨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形象的存在了。但去那一次，应该说是也是对我个人而言，自己而言，当时的那种心情而言，是得到很大的一种一种一种宁静的一种宁静的，也曾经小心脏呢，砰砰的一天呢，没法去把控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得到一点点比较悠闲和宁静。好，然后再从上往下勾勒一点点咱们的小树，双勾一点轮廓啊，不一定全都是画这种树，大部分是这种树，但是中间我们可以给它交点一些小枝。吃点糖努力画，我还不饿呢，我刚吃完早餐就开播了。你们饿了吗？好，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小卖部、小黄车里边呢有咱们的大白兔，还有我们的开心果。周末了，来一点点坚果吧。好，这是我们画的这么一棵，然后在它边角啊又要来一束。这树木呢，它要足够茂密，是吧？足够茂密，画面呢才能看起来呀，它足够的有细节，是不是？好，一丢丢的点，一丢丢的点，一丢丢的点。好，该茂密的地方呢，有的小伙伴还不敢画的太过，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啊，就需要你敢于大胆的去落墨，对，好，给他来一点点淡淡的音乐吧，怕一会儿吵着大家，所以没放，来放一点音乐。好嘞，我们继续，咱把这个树给它画的该再丰富一点点。当然顶部或者说底部，咱们肯定都是不要一样高一样矮，它要参差的错落开一点啊，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。来，我们来一点点枯涩一点的笔。其实这个画
画家用笔是非常的这个什么老辣，而且呢雄健，是吧？而当然不仅雄健，它有一些秀丽在里边啊。以后我们再通过他的刻图稿给大家讲解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感受到了。我本来想画一张很放开的，对吧？我们画这个陈少梅的呢，太憋着了，是吧？要太把自己控制着自己画。那画他的画，你就可以放开了，甩开膀子来，甩开膀子来，然后再从上往下，对吧？把这个树干，画树干的时候，墨色可以饱满一些。墨色饱满一点，把咱们的这个树干给它加出来。好，这些树干你就直接去给它叠加这种大的墨线就行了，啊，这种画相对来说，前方因为比较体现大的一种景致，而不是凸显的是局部的一些刻画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都可以进行高度的去概括。这种小画画长了，都画不了大画了，太舒服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刚刚说陈少梅的画的话，它就是追求古人的那种笔墨的用线的法度，用笔的这种遒劲的变化。这个黎兄才，对吧？他的这个画呢，追求一种写生的、蓬勃的这种生命感。他的画呢，相对来说更加的这个什么呢？更自在一些。好，树干上方我们来一些重墨，去点一点。好，横向的出一些枝，这个出枝之后，可以在这个枝上面呢去叠加这个点，让这个整个树冠的姿态画得更加的形象。因为比较茂密，里边在点的时候，你可以相对呢
边走。好嘞，我们这一块的树枝就加到这里啊。兔的，画兔子是吗？我明年是兔年，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是虎年。兔子可以，我们回头给大家画点兔兔。好，云雾我们是简单的先加了一些，稍微有点耐心啊，我们这样画的效果就快出现了。
其实都是通过这种你看不是特别规则的笔触呢，去把这种云层啊稍微的带来一点点。当然，我们如果想要把这个云层画得更形象，它需要一定的宽度，同时呢也要有一定的层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不往后面去给它添加太多，先不去添加太多，太多了，有的小伙伴呢画不过来，它可能效果会反而呢适得其反，对不对？好，云雾，你刚刚用淡墨是吧找了一个基础的形，那我们是不是从下往上有个过渡的关系呀？好，底部我们擦一擦就可以开始染色了啊。这个云雾呢，都在我们赠送的基础的技法的这个教程里边给大家讲。刚刚我们说到的，包括古代的这个芥子园画谱，还有咱们的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像黎雄才，对吧？他们这些名家的这个刻度稿，我们都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析啊，去尝试练习。下次我们在课中，在我们的直播当中，我会带大家画一部分它的刻度稿。好吧，让大家感受更直观一点点。起床干饭是吧？干饭人，现在才起，这个，果然是冬天呢。到了冬天，这个被窝真的是上帝开在人间的分店啊，都不愿意起床了。好，下方啊，我们把这个树叶是不是也给它稍微的染一染？好，如果水分太大，我们就吸一下。好，大致呢就画到这儿，然后顶部我们不是说有点小的房屋吗？对吧？大家去过都知道，那上面会有这个建筑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些建筑，还有一个普贤的是吧？六牙佛像。来，我们呢给大家推进一点点，推进一点点。
微的调和一下，来一点点我们的刚刚的赭石、花青等等在里边，是吧？好，从上往下啊，从上往下，颜色让它鲜一点点。好，让它纯度还是低一些啊，不要让所有的地方都这么鲜。纯度低可以加它的补色，对不对？比如加点赭石补色，给它调和一下，它就不会那么纯了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加水，是吧？你加任何颜色，加任何东西给它调，它都可以降低它的纯度。好，四季碧绿，这个时节应该是这上面都下雪了。有很多的画家，画过这个峨眉的一个景象的，是吧？好，山顶是不是巍峨而且呢峭拔的这种山峰金顶也给它体现出来了，有一丝丝暖阳的感觉在上边啊。好，底部上下的这个颜色呢，我们要给它进行呼应住啊，呼应一下。是吧？很鲜，它追求的就有一点点。我们最早山水画的雏形，它就跟我们这种道家的一种这种寻微探幽，然后呢，有一种带有仙气儿的感觉呢，它是有一些接近的啊。这个最早峨眉山据说就是道家的，是吧？一个道场。后来呢，道家是吧？不，后来呢，就是这个佛家的。成了佛家普贤的，他的这个道场了。好，用这个颜色把我们的这个树不，这个底部的石头底部的这个山峰是吧？石头稍微的带出来了。染了色之后，是不是画面它看起来要完整很多？要完整很多了吧？然后我们还需要一点花青小伙伴们，花青不能少哦，这可是我们这个画上面常用的常用的这种颜色，这边耐心一点点，你画出一张作品是很容易的。
所以呢，多出去亲近一下自然，多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然后体会一下，自己的存在，好不好？今天这就是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个黄山的云海的景象了。纸张呢比较深，就是用的我们现在这个小黄车里边的这个特进的皮纸，特进的这个纯手工特种净皮做的这个挂历，是吧？那这个呢，你可以自己呢回过头来去尝试的多画一画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的课程都会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，在回放里边都会给大家永久的观看权限。然后呢，我们目前还可以给大家趁年前是吧，人少，我们给大家点作业哟。小红毛笔怎么用？可以勾勒一下房屋，也可以这个什么勾这些小细线、点叶片，还可以落款是吧？写字儿。还可以呢，勾勒一些线条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用这种擦的云呢，烘的云的话，可以用勾线的云去表现。我们如果仅仅是自己去画一画这样的案例呢，还是挺轻松的，你们喜欢他的画的话，下次我们就画他的，明天就画他的，让大家甩开了膀子画。行不行？日历的案例对吧？好，明天如果我们画完案例这个时间方便呢，也可以再大家再画一个案例，画一个日历。好，这个挂历就送给今天咱们的榜一，好，新英小姐姐啊，天天来刷榜的，实在是有点太感谢了，这个理性一点消费。好，我们呢就说到这儿，然后拿出刚刚的案例给大家截个图，需要咱们的回放就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，大家呢可以这个去在咱们小黄车里边下单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把刚刚画的一个案例拿出来。我把下面这个拿走啊。好，大家可以大致的看到吧？这就是带大家画的这个效果啊。来，推远一点，推远一点。好，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可以截一下啊，可以截一下。这是刚刚前面带大家画的这张，是吧？干了之后的效果是不是要更好一点？边角可能有些地方不是特别干净，就是笔没有洗干净。回个头我们再注意一下，示范一下勾云，勾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截好了，敲666。橘妹是吧？下次呢可以。下次咱们再画一个峨眉的，截好了敲666，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勾云的方法。
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明天再见啦！大家记得吃午饭，然后呢，睡一个美美的午觉，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。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，拜拜。